船过去大概半个小时，也可以看到啊。什么岛啊？叫清明岛还是什么岛啊？好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啊。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整个南海的底啊，南海的海底啊，也是这种颜色，也是这种颜色啊。这是一股。当然我们为什么讲它是5公里？是当时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啊，包括我们这个按照地质工作的这个程序啊，设计了一些一条剖面，然后从上往下，然后来研究它的叫浅色体跟暗色体之间的这个比例啊，就是浓的程度啊，通过这些方法呢，然后来反映它的温度啊，反映它的温度。这个大概就是最高温度大概就是800度左右。当然，这是一个情况啊。另外，我们很多时候修路的时候，或者是采矿、采石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剖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好的现象。这同样也是在阳江，大家看这个剖面的啊，这个更清楚一点啊。你看这个也是有白色的，偏白色的，这个叫花岗岩。但是这个花岗岩里面呢，还有一些黑色的角粒啊，就是包裹着上来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岩浆往上起的时候，它会带来了一些更深度的东西。所以总体上来讲，这个深色的物质是更深的，温度更高的啊，在地下更深处的。这个浅色的花岗岩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板啊，地板就是这个花岗岩，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的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盖上来的时候，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啊。然后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可以看到总体上呈现的是一个黑色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啊。这是阳江啊，就是海边的我们这几个剖面。另外，我们广东还有一个闻名全世界的一个，就叫丹霞啊，丹霞山。丹霞山呢，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应该算是我们广东最出名的一个地质景点啊。因为全世界的这种地貌都叫丹霞地貌，它的命名的起源地就是我们的这个丹霞啊。这个当然，这个好多朋友可能去丹霞山去过啊。我们中山大学地质系的实习就是在这个丹霞山景区里面啊，我们大概每年会在那儿待个10几天啊，所以我们这个非常熟悉。这个包括丹霞山景区的那个狗都跟我们学生都很熟了，这个非常壮观的啊。当然这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是这个阳元石啊，这个关浩峰啊。然后丹霞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今天也会讲一下啊，就是啊，这是那个晒不岩啊，非常平的啊，这是这个丹霞啊，这是日出啊。另外这种景点实际上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这是就是跟丹霞山挨着的湖南郴州的一个他们开发的比较好的是这个高一岭啊，也是这种地貌。这个是这个宁夏的啊，宁夏的大家看，这个大自然啊非常壮观，有点像我们那个涮羊肉是吧？羊肉片啊，这个为什么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啊？我们今天也讲一讲啊。这个要讲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刚才看到的一些图片啊，一些现象，那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然后来整理。那我们首先就是讲这个定义啊，定义叫丹霞。什么是丹霞？丹霞就是起源于广东人画的这个丹霞山啊。它的英文名字你看就是叫丹霞啊，这是拼音，这就是中国标签的啊。然后它也有严格的定义，它的定义呢就是陆相
就是在大陆上形成的，跟我们海底的不一样啊，为主的红层，还有红色的啊。后面我会讲红色跟黑色、黄色它是不一个，它的我们地质上的成因是不一样的啊，发育的一个陡崖坡，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陡的啊。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陆相，什么是陆相？陆相我们现在人类就生活在大陆上，这个环境叫陆相。当然还有海里的，是吧？这个我们怎么判断海象还是陆相？实际上我们主要依据它的一些古生物，你的岩石里面会有一些生物，这些生物是生活在海里还是生活在陆地上？啊，你比如说这个恐龙，啊，白垩纪，我们这个广东河源地区，这个恐龙是非常发育的啊，这个尤其是恐龙蛋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啊，这个。